我是白清，全球百强江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但我现在的身份只是高二一班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老婆，咱们家不愁吃喝，你干嘛带着我们宝宝去受这个苦？我这是为了教育梦想。没让学校的人知道你怀孕的事吧？我谁都没说，等胎坐稳了再说。还是不太放心你。这样吧，我给你学校捐一栋实验楼，让校长多多关照关照你。我不是为了炫富才进学校的，楼就别捐了。那我悄悄的。喂，江总。王校长，我老婆在你学校任教，我不希望她太辛苦。什么？您放心，有我在，夫人不会受委屈的。我给学校捐了一栋实验楼，10点来签合同。要是她被欺负，这楼我就拆了。是。琪姐，怎么样？转正名额是不是我的？小白，姐姐尽力了。人事那边说今年的转正名额已经满了。满了？你不是说我没问题吗？哎，姐姐知道你很努力，但就是差了点运气。不过呢，我可以去给你争取一个额外考核机会。就知道你会这样。我看就是你怕我转正了抢你风头，才故意不帮我。恭喜白棋全票当选本年度的市级优秀教师。我没转正，他倒是选上优教，凭什么？慢着，慢着！这禁书给谁都行，就是不能给他。小白，你这是什么意思？白翠，这是教育局定下来的，你有什么意见？教育局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我认为他不配拿这个优教。我带的班级语文平均分全年级第1，这还不够。小白，你这是在报复你？我只是觉得这个证书水分太大了，在伸张正义罢了。你分数高有什么用？师德才是第一位。你浑身上下哪有一点人民教师的朴素样？这盒子里的东西是江董知道咱们儿子跟夫人在一个学校后，特意交代我要送到夫人手上的。你拿好了？可是我不知道夫人长什么样，而且她办公室在哪儿？夫人在办公楼2楼，上楼梯左手第1间办公室。你去找白老师。夫人手腕上有个红色胎记，很好认的。2楼左手第1间，白老师。2楼左手第1间，2楼左手第1间。应该就是这里。白老师在吗？哎呦，林夫人，您怎么来了？林夫人，难道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夫人？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林夫人，您来评评理。凭什么理？我今天来是有正事儿的。您看他一个月薪3000的老师，这条项链，这条项链得好几10万吧？肯定是他贪污刀来的。林夫人，您说这种老师怎么能得到优教称号呢？贪污受贿的老师还能得到优教？主任，
你们学校都不审查一下老师背景？林夫人啊，主任，事情不是这样的。林夫人都说了，贪污受贿的老师不配得到优教。我现在合理怀疑白棋贪污受贿，这个项链就是证据。这证书不能给他。受贿还这么大摇大摆，林夫人说的对，你简直就是太猖狂了！我现在要去校长办公室告发你私授巨鹿，放开我！白老师，既然现在这个奖项有争议，您看……你刚才叫他什么？白老师啊，难道她是江董夫人？她身上这件衣服是当季的限量版高定。他1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能买得起这件衣服？一个没家世背景的穷酸货能戴几百万的钻石，还不是靠男人换来的？我看你不仅勾搭外面的野男人，连学校里这些男学生都不放过。林荣，你把嘴巴放干净点儿。小伙子，这狐狸精平时没少私下辅导你吧？是不是还在办公室里跟你动手动脚啊？你胡说什么？白老师不是那样的人。优教是大家评选出来的，我看啊，说不准白棋真的是勾引了男学生才评上的。你再敢在这里造谣生事，我立刻报警告你诽谤。都干什么？不用上课了是不是？江董等会儿要来学校签合同了，让他看见你们在这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校长，您总算来了。校长，这种师德败坏的老师还配留在你们学校吗？师德败坏。是啊，校长，他行了，要说白棋老师师德败坏，我第一个不信。白棋老师自从来到我们学校，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带的班级成绩全校第一，他的人品我绝对信得过。校长，你不要被他骗了，他就是个不要脸傍大款的贱人。您还不知道吧？有人亲眼看着他从一辆劳斯莱斯幻影上下来，他这点薪资能做得上劳斯莱斯？什么？白老师，这是真的？校长，我可以作证，这位家长说的是真的。这种老师留在学校，到时候对学校造成不好的影响怎么办？天哪，这种老师要是不开除，我孩子就不在这儿读了，太可怕了。可白老师怎么看都不像是这种人。校长，这位白翠老师可是江夫人啊，你看她手腕上的胎记。你最好是想清楚为谁说话。这确实是江夫人的胎记。白青，你简直胆大包天！枉我那么信任你，把你当成骨干培养，你竟然背地里干出这种令人发指、败坏风气的勾当！校长，连你也听信他的一面之词，我是被冤枉的。是这位家长无理取闹，白翠老师煽风点火。我无理取闹？校长，您看他脖子上戴的项链，这是一个月薪3000的人买得起的吗？岂有此理！咱们学校坚决不可能把优教给这种人。白青，鉴于你思想道德败坏，严重违反师德，涉嫌受贿和不当关系，我正式宣布取消你的评工资格。你没有任何调查取证，凭什么取消我的资格？凭我是校长。这优教啊，肯定是给有能力的教师。你们觉得这证书该给谁？当然是您啦。白翠老师，实至名归，这优秀教师的称号非你莫属。转正的事情我也会早日给你提上日程的。各位家长，这白棋是什么人，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这种人还配当班主任吗？不配！滚出一半！校长，您看这……校长，这种狐狸精不能留啊，他就是个害群之马，长得一副狐狸精样，怪不得教不好书。怪不得我孩子月考退步了2名，退钱，把我们的补课费退回来。白棋，你这个班主任也别当了。既然白翠是你一手带出来的，那就让白翠来当。真的？白翠，这下你的目的达到了，满意了。可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一班不是这么好带的。我给这帮孩子垫付的资料费、午餐费，加起来比你们给的生活费都多。既然你们觉得我是害群之马，这老师我不当了。但希望你们不要后悔，还把自己当碟子菜了。我告诉你，没有你，我一样能带好重点班。站住！
这条项链够我一辈子的吃喝了吧？人可以走，东西留下。凭什么？你脖子上那条项链是你受贿的东西。作为新班主任，我有义务替学校回收赃款赃物，上交董事会。大家伙儿都听到了，这项链是赃物，必须留下。就是，教书的1个月工资才几千块，哪买得起这么大的粉钻？肯定是挪用了我们孩子的班费。这粉钻一看就价值不菲。我想起来了，这是江董5年前拍卖会上为了给妻子庆生，以8000万天价拍下的粉钻原石，请国际大师雕琢而成的孤品掌上明珠。江夫人的孤品8000万，难道她才是江夫人？既然你们发现了，那我就实话告诉你们，江董就是我老公。我就说这个项链怎么这么眼熟，我的项链太多了，居然把这一条忘记了。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坐我对面，肯定是他偷我的。对，很有可能，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白起，你简直把我们学校的脸都丢尽了！现在不仅受贿，还偷盗，还不快点物归原主！你们放屁！这项链里有我妈妈留给我的东西，谁敢碰它，我跟他拼命！滚开！别碰我的项链！妈，你怎么就这么丢下我走了？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啊！别哭了，这项链的吊坠是特制的，把伯母的骨灰装进去，戴在离心口最近的地方，它就永远陪着你。你放开我！你妈要是知道你现在成这种人了，怕是骨灰都不愿意留给你。我们江夫人是为了你妈好。你们今天全都要死，全都要给我妈陪葬！你们这群蠢货！我是真正的江夫人，江玉白明媒正娶的妻子。江夫人，你要是江夫人，我就是玉皇大帝。你是不是偷东西被抓现行，精神失常了？够了，把这个偷盗受贿、满嘴胡言乱语的疯女人给我丢出学校！江董马上到了，看到这个样子，成何体统？放开我！别碰我！滚开！我肚子里怀的是江玉白的亲骨肉，你们今天要是敢伤我一根头发，江玉白绝对会让你们死无全身。江董的孩子，江玉白可是江城只手遮天的商界巨鳄，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还敢做这种青天白日梦？您听听他在说什么胡话！您才江夫人，这不要脸的穷酸货，居然当着您的面说肚子里怀了您老公的种，这要是传出去，您的脸面往哪儿搁？您就由着他在这恶心人，您不管管？管，我当然要管。9点58了，江董马上就到，立刻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想攀高枝的女人给我处理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竟敢大言不惭说怀了江董的孩子，真是痴心妄想，不知羞耻！要是惹江董生气，搅黄了投资，你们全得吃不了兜着走！白翠，你敢伤我的孩子，江玉白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暗箱操作，把我的转正名额给了别人，这个孩子你也别想留了。保安，给我往死里打他的肚子！别碰我的孩子，你们会遭报应的！下贱胚子，带着你的野种去下地狱吧！江玉白，救我！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住手！住手！你们在做什么？立刻放开夫人！你是什么人？夫人，我是江董的私人管家，今天专程来递交集团捐楼的相关文件。卫校就是这样对待江家夫人的？什么？白棋是江董的夫人？夫人，江董今日有要事耽搁，无法亲自前来，特意让我把文件送过来。哎呦，夫人，实在是误会，我们就是跟您开个玩笑，没吓到您吧？要打掉我的孩子，这也叫开玩笑？今天的事我会如实向江董汇报。这栋楼，卫校不用再指望了。管家，请留步。校长还有什么要解释的？江夫人，我也是被白翠蒙骗了。您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学校容不下你这样的人。你这个贱人，竟敢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等一下，你们别被他们骗了！
这就对了，他根本就是冒牌货。您觉得江董会把捐楼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一个外人来办？没错，我丈夫在江氏集团这么多年，从没听说江董把重要文件交给别人送，所以这一切都是他们串通好的。好你个白起，竟敢在我面前耍这种手段，眼里还有我这个校长吗？跟你们争论简直是浪费时间。既然你们不信，捐楼项目即刻取消，相关地皮审批、本年度高级教师职称评比也一并终止。等一下，你说你是江氏集团的管家，有证据吗？我江氏集团的私人管家，还要在这跟你自证身份？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就能取消捐赠的通知吗？校长，您看我说什么？他们都拿不出证据来，就是两个不要脸的冒牌货。我们夫人岂有让你们侮辱了的道理？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里是江董亲笔签字加盖集团公章的正式文件。我看一下，冒牌货倒是准备的挺齐全。我看你还拿什么装？校长，这文件连章都没有，是假的。你简直不可理喻！好啊，你们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我！校长，他们屡次戏弄您，完全不把您放在眼里。今天不严惩，以后谁还会尊重您？说得对，全校通报批评，以正校风。随便你们怎么处理，我辞职。您看，他这就是心虚了。通报，我要让他的学生都看看他配不配当老师。我们夫人愿意来你们学校任教，是给你们脸面，你们不要得寸进尺。还夫人呢，戏还没演够。你们两个不入流的货色，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我作为江氏集团总裁的私人助理，何时受过这样的气？夫人，咱们没有必要给这群人好脸色了。你是白棋多少钱一天请过来的龙套啊？这么负责？白棋，我这个江夫人还站在这里呢，你当着我面冒充我的身份，要不要脸？你是江夫人？我不是江夫人，谁是？他这个冒牌货是。我们夫人名下资产过亿，既然你说你才是江夫人，那就去议资，钱总不会说谎吧？确实，那就一切从简。你们想个验资的办法。那就打开支付宝看看余额。我们夫人可是支付宝黑金会员。可以，江夫人的支付宝上钱也不是笔小数目吧？看什么看？我可没答应。江夫人，您就别给他们留脸了。你怕了？你心虚了？还是说你要在这里就认输了？我就是江夫人，我认什么输？我卡里的钱多的怕你看了被吓死，而且我凭什么给你看？我有多少钱关你什么事儿？你不给我们看，那就是有问题。你根本就不是江夫人。白翠，你心虚什么？难道你真的不是？谁说我不是？我只是在给你台阶下。江夫人，我真是替你着急，你就是太善良了，才让这种女人蹬鼻子上脸。快给她看余额，把她脸打烂！林太太，你干什么？快把手机还我！快把手机还我！既然您不忍心，那我就来帮你打他的脸。不要看，快关掉！里面有江氏的商业机密。您放心吧，我不会动机密的。你个冒牌货，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快让我看看！让我来数数有多少个零。来，大家一起数数，咱们江夫人的余额到底有几个零？你们怎么不惊叹一下？被余额吓傻了？这怎么可能？你们见过有哪个富豪把自己的钱存在支付宝里的？全放在支付宝里才有问题吧？说的也对，谁会把所有的钱放在支付宝里啊？说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啊？办法多的是，夫人。正好前段时间蓝静想来咱们集团，不如趁此给他们一个表现机会，如何？可以，给他们5分钟。立刻来市一中校长办公室，夫人只给你们5分钟时间。5分钟把蓝静喊来？哎呦，你知道蓝静是什么团队吗？那是全球顶级的英资团队。蓝静可是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只要扫描人脸和虹膜，就能查到你名下的所有资产。你也配请蓝静？每年有多少人砸几百万都见不到蓝静的影子？蓝静又岂是你一个冒牌货能请来的？就是啊，连我堂堂江氏集团总裁夫人去请蓝静都要排队预约，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儿口出狂言？蓝静能不能出现在这里，全凭我的心情。你说我算什么？哎呦，可笑死我了！是，全世界都是您江夫人的，我们哪敢说半个不字啊？是啊，等会儿蓝静的人还要跪着给您江夫人请安了才进来呢。
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全球最高级验资团队蓝镜前来验资。夫人，全球顶级黑金 VIP 专属验资服务已就绪。你们真的是蓝镜的人？这个 logo 我见过，他们就是蓝镜的人，说不定是他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团队的联系方式，这有什么奇怪的？辛苦各位了，快验资！我今天必须要知道谁才是真的江夫人。请问哪位先来？这位江夫人先请吧。谁知道你们这个虹膜识别是不是诈骗系统？万一把我的瞳孔信息全都套过去了，给我搞网贷怎么办？这么急着跑干什么？我看你是没有资产吧？既然你是真的江夫人，验资也没什么吧？为什么要跑？林夫人，我老公再三叮嘱过，我的虹膜和资产信息绝对不能泄露，这关系到整个江氏核心资料的安全。就算您不为江氏考虑，也要为您先生考虑吧。只要你帮了我，帮了江氏，等这事过去，我保证你的好处只会都不会少。你说的也对，江夫人掌管着江氏集团的核心资产，怎么可能随便让人扫虹膜？你们这是在故意为难江夫人，也是在为难江氏。女士，这是全球最高级别的警局备案证明，上面还有章。要是这您还不信，可以请当地警局的人上门来验证真假。哼，林夫人，您要是在这助纣肥虐，得罪了真正的江夫人，恐怕你老公的位置是真的不保了。这张也不像是假的，夫人，您干脆就配合验资吧。蓝警团队的安全措施没得话说。再说了，事出有因，江董会理解的。您难道还怕白青他个冒牌货不成？等验完资，看他要怎么狡辩。你，请女士直视镜头，3、2、1，扫描开始。1400块。这位女士的所有资产是1400块5毛。真正的江夫人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钱？那她不是江夫人的话，江夫人，真是好险啊！大家都差点被白翠那个冒牌货给骗了。原来您真的是江董的私人管家，有失远迎，多有冒犯，还望管家能看在我也是被蒙骗的份上，高抬贵手。现在咱们再来谈谈楼的事情。晚了，现在知道后悔了，早干什么去了？白翠，你现在立马给江夫人道歉，道歉了就收拾东西走人。夫人，您看这地的事情能不能再商议一下？慢着，事情还没完呢，他走什么走？什么还没完？你别欺人太甚了，白晴。来算算这条项链的账吧，3000万，1分都不能少。3000万？你讹我呢？赔不起可以，那就把欠条给我摁了，白纸黑字写清楚，少1分钱，我就让律师告到你把牢底坐穿。白老师，这都是误会啊！原来够了，在这个学校，我呕心沥血带学生，却被你们联手泼进脏水，百般欺辱，我真的累了。李管家，准备辞职信。这乌烟瘴气的破地方，我1秒钟都不想多待了。是，夫人。别走啊，江夫人！那楼……江夫人，我认错了人，我……把这个骗子给我扔出去，开除了，丢去江氏集团，任江董处置。等等，你们别被骗了，她根本不是江夫人。验资结果都摆在眼前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你个小贱人，居然敢骗我！你们是不是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我可是有胎记的。你们刚才谁看见白青手上有胎记了？对呀，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确实没看到白起手上有胎记。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这胎记的事儿保真吗？当然了，我老公可是公司的经理，还能骗你不成？而且他都敢胆不包天的冒充我了，难道不能找个假的团队来哄骗你们？而且这个蓝镜肯定也是假的。也对，如果你是真的江夫人，那个团队肯定也是假的。既然你才是江夫人，
那干嘛那么快就把欠条给摁了指纹？你怕啥呀？我江夫人会怕他？我那是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他好歹也带过我几天，看他现在还不知道揣着哪个野男人的种，连个打胎的钱都没有，这3000万就施舍给他了。江夫人大气，宁愿自己受委屈背上欠条，也要保全学校的面子，还愿意施舍伤害过自己的人，简直是活菩萨下凡，人美心善啊！说的也对，既然白棋和那个冒牌货都是假的，那江总怎么还不来？已经过世很久了。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放心吧，这楼肯定是学校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且说不准下次我老公为了补偿这次的失忽，就给咱们学校双倍的补偿呢。真的？当然，我可是江夫人，我的话你不信？行，那我就信你一次。可我怎么总觉得心里不得劲儿呢？到底是哪里不对？既然他要走了，那我就去送送他。天哪！你们快来看，那是不是白老师？你们看，那个叔叔手里的箱子，里面的杯子是我们送给白老师的教师节礼物。难道白老师要离开了？你们看学校论坛，是白翠老师把白棋老师逼得辞职了。真的？不行，白老师把我们的语文成绩从倒数第一带成第一，他只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却得每天熬夜给我们批改试卷，他不能走。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老师留下来的？我看老师办公室桌上经常放着花，不然我们凑钱给老师买一大束花好了。好，老师的肚子里怀着小宝宝，我们给宝宝折一些千纸鹤祝福吧。我家穷，读不起书，要不是老师资助我根本上不了高中。这是我1周的生活费，希望老师不要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听见这个铃声了。孩子们，对不起，老师尽力了，但老师真的累了。夫人，外面风大，我们上车吧。哟，你都不是老师了，怎么还没滚出学校啊？你都不是老师了，怎么还没滚出学校啊？白翠和咱们老师在门口吵起来了。我先去买花，你们快点牵纸货。好，快点，再快点，晚了就见不到老师了。白起，不管过程如何，结果还是我赢了。白老师，你要走啦？是啊，你白老师被校长赶回家了。看看他多可怜，要走了都没个人来送他，还不是要自己灰溜溜的回去？啊！我走并没有通知孩子们，怕耽误孩子们学习。你是怕说了没人送你的话更尴尬吧？谁说我们白老师狼狈了？凭什么他能得到这么多学生的爱戴？你们还不知道吧？我才是真正的江夫人，他是个冒牌货，你们别被他骗了。现在你们知道了他的身份，
让我们齐力把这个冒牌货赶出去！白雪老师在说什么胡话呀？不知道，可能是备课压力大，有点糊涂了吧。我说我是江夫人，你们干嘛还围着那个冒牌货？我们爱戴白老师从来不是因为身份，是因为他用心对我们。对，你费尽心思把我们白老师撵走，就以为我们会拥护你了吗？你做梦！你走开！你走开！你们会后悔的。我去找校长来。老师，您别走，没有人会细心的安慰我了。因为家里穷，我连一片卫生巾都买不起。在乡下，他们总说月经是肮脏的东西，因此每次弄脏了裙子，我就会坐在楼道里偷偷哭泣，不敢出去见人。乖，别哭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月经不是肮脏的东西，它的到来只是在向你宣告，你成为了造物的神。一片卫生巾让我走在校园里也敢抬头了。成为白老师一直是我少女时代的英雄主义。老师要走了，以后要自信，不要再听闲言碎语。白老师，您不要我们了吗？我们保证以后乖乖听话，绝不惹您生气，求您留下来好不好？因为从小成绩差，所以所有的坏事大家都默认是我做的。本以为白老师会和以往任何一个老师一样指责我，这个差生肯定是他先动手打我班学生的。我了解我班学生，李毅是个善良的孩子，你不能因为他成绩差就断言一定是他先动手的。告诉老师，到底是为什么？他摔碎了妈妈留给我的遗物。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张老师，我要求你和你的学生要对李毅同学道歉。李毅，对不起。那一次，老师坚决严肃地让他们给我道歉。李毅，对不起。那是我10几年人生里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善意和歉意。孩子们，天下没有不散的鲜鱼，你们马上就要高考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前程似锦。白老师，您是真正的人民好教师啊！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啊？我的教育事业没有失败，这些孩子是真心实意的爱着我。我真的能狠下心丢下他们不管吗？小雨，你腿脚不方便，怎么自己跑出来了？您都要走了，我再不来就见不到您了。因为小儿麻痹病，从小我就被父母丢弃，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连我热爱的画画也画不好，因此我十分沮丧。不要灰心，只要你想做，你一定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别怕，老师陪着你。白起老师说到做，每天晚上下了课就陪我在教室里画画。白老师就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光。白老师，在您的鼓励下，我重新拾回了自信。您现在走了，我又该怎么办？老师，求您了，不要离开我们。白老师，收下我们的心意吧，求您了。白老师，如果
果您坚决要走的话，我们也希望您是在鲜花和祝福里走的，您值得。孩子们，这就是你说的白棋自己不想走，逼学生们留下他？对，白棋就是不想离开，但是玩脱了，所以现在在演戏给您看呢。这种人您觉得能留下来吗？他当学校是宾馆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白英，别在这儿自导自演了，你的小把戏校长都看穿了，你马上收拾东西。白老师，既然孩子们都这么舍不得你，那你就留下来吧。不过一班现在是白翠在带，你是没办法带了，只能去带个普通班。校长，您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事态还不明朗呢，万一白秋才是江夫人呢？为了我校长的位置，还是保险点好。不管什么班，我的愿望都是让我的孩子们完成属于自己的梦想。真的吗？老师您不走了？好耶，老师不走了。那就好，你就接管4班吧。白青，你别得意的太早了，这只是个开始。我刚才看见白青老师在校门口，看样子是要回教室上课。我以为白老师是被开除了，那白老师怎么忽然离开我们班了呢？白翠老师，我们白棋老师为什么被调去了别的班？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他师德败坏呀！校长怕教坏了你们一个班的优秀学生，这才让他去普通班的。不可能吧？白老师平时连我们的苹果都不收。怎么不可能？那是他瞧不起你们送的便宜东西。你们之前看见了他脖子上那条项链吧？3000万呢，一个月薪3000的老师能买得起？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啦。他不仅私收贿赂，还私生活混乱。他肚子里怀的是野种。这不可能吧？她怀孕这么久了，你们见过她老公来学校没？这不就证明我说的是对的吗？天哪，白老师居然是这样的人，这不就是个拉拢一班学生的好机会？我没记错的话，李丽是这个班上第一个接受白雍资助的学生，跟白雍感情最深啊。李令，我记得上次教师节你送了白乔一支钢笔。对，那支钢笔怎么了吗？白棋在办公室说你那支钢笔是穷酸货，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低端的东西。他真的这么说？当然，我可是亲耳听见的。怎么会这样？他平时全都是装出来的。亏我还把他当成好老师，没想到他骨子里这么下贱。我觉得白老师不是那样的人。怎么？你们谁对我说的话有意见？那你们觉得这种人配当老师吗？不配，不配。我来拿 U 盘的。你们觉得这种人还配出现在我们教室里吗？不配。李翠，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要让他进我们教室吗？不要！你别进来，脏了我们教室的地！李令，你在说什么？快让我进去 ！U 盘里的东西我马上要用。这个 U 盘是去年我送给白老师的教师节礼物，白老师现在还留着，连 U 盘白老师都还留着，那白老师怎么可能是那种不珍惜学生真心的人呢？是你们送的又怎么了？你们知道他为什么留着吗？肯定是因为 U 盘里有他和野男人私货的视频啊！他不是舍不得你们的心意，是舍不得和野男人的视频。你
别想踏进我们班一步！快让我进去！4班的同学们等着我的 PPT 呢。我拿完就走。李玲，你干什么？把 U 盘还给我！还给你？凭什么？你这个辜负学生真心的贱人！李玲，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把他撵出我们一班！不要脸的女人，滚出我们一班！哎呀，白起，你一手带出来的学生都看清你肮脏的真面目了。我对你们掏心掏肺，你们竟然这么侮辱我！侮辱你？我们说的是事实。你私收贿赂，还怀着个不知道是谁的野种，你也配当老师？你居然这样说我！谁都可以这样说我，唯独你不能。李玲这个孩子，像是潮湿的废墟里长出的一朵茉莉花，貌美上进，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却拥有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这是怎么了？我爸喝了酒打我，还说不许我读书了，让我出去打工赚钱。老师，我没有钱交学费了。别哭了，以后你的学费、生活费、吃的、穿的、用的，老师全都包了。白老师，您说的都是真的。老师，我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的恩情。李玲，你简直是个白眼狼！你这3年来的学费、辅导费，甚至你现在身上穿的名牌衣服，哪一分不是我掏的钱？你闭嘴！要是知道你钱是这样来的，我死也不会要！别跟他废话了，把他赶出我们一班！想推我？你打我！看来白翠老师说的对，你现在装都不装了。上！哎呦喂，什么东西？哪个不长眼的班扔了仙人球下来？哎呦，李处，你没事吧？等会儿校长问起来，知不知道要怎么说？知道吧？仙人球是你们班掉下来的吧？简直是反了！你们要干什么？是白起把仙人球砸下去的。是的。你到底要干什么？真当我这学校是戏台子了？这群毫无纪律的学生是谁带出来的？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否则我就停了你们学校所有的聘用资格。我才刚接手这个班没几天啊，这些孩子是在他的毒害下才变成这样的。我今天正打算好好整顿一下，他又跑来教室搞破坏。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带学生也带成这副德行。2位领导，你们也看到了白旗带的学生是什么样子，只有在我的带领下，1班才能重新走回正轨。哦，你的带领？那你当着李处的面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周市通考1班的语文平均分爆掉了20分？什么？重点班成绩暴跌？李处，我刚接手1班才几天啊，学生们这只是暂时不适应我这种高水平、高强度的教学节奏。以前1班被白旗带得乌魂瘴气，我现在是在给他擦屁股。不适应你的节奏，我看是你根本不会教育学生。我会不会教育，轮得到你来评判？马上就高考了，以我的能力和眼界，我带出来的孩子肯定稳拿全市第一，绝对比你这种只会勾搭男人的垃圾老师教出来的班考得好1万倍。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们就当着2位领导的面打个赌，看看这届高考到底是你带的1班考得好，还是我的4班考得好。
4班，那个常年稳居倒数第1的班。白起，你是不是怀孕把脑子怀进水了？校长，李处，既然他要挑战我，那我肯定是迎战了。我提议，高考出成绩的那天，学校举办一场表彰大会，邀请全市媒体来直播。如果我带的1班拿了第1，您就在大会上当着全市媒体的面，给我颁发全市最优秀教师的奖杯。至于白青要是输了，不仅要当众承认自己师德败坏，靠男人上位，还要滚出学校。好啊，但如果我带的4班赢了，我要你把你做的那些龌龊事全吐出来，然后永远滚出教育界。一言为定。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要是今年高考状元班没在你们学校，到时候你就想好怎么来和我解释吧。江董，夫人所在的高中刚刚放出风声，说高考成绩出来的当天要举办一场最高级别的表彰大会。琪琪挺着个肚子，天天熬夜背教材，他带的班绝对是全校第1。这表彰大会肯定是为了表彰他。夫人对教育事业确实呕心沥肺，那咱们要不要准备个礼物送给夫人？当然，我老婆拿第1，排场必须给顶配。以夫人的名义，去把学校南边那块50亩的地皮买下来，再拨5个亿，把教学楼从头到尾翻修一遍。全用最顶级的环保材料。对了，这事先暂时不要告诉夫人，我要给她一个惊喜。好，我这就去弄程序。那表彰大会，我要亲自去表彰大会现场。对了，把所有记者全都喊上，我要向全城宣告我老婆有多厉害。校长，刚才江氏集团打来电话，说江董要出席咱们这次的表彰大会，还以夫人的名义把学校南边的50亩地皮全买下来，无偿送给咱们。你说真的？当然是真的。50亩地，5个亿。白翠前脚来跟我保证了班能考第1，后脚江董就说要来捐地皮和钱了，还要以夫人的名义。这说明什么？哦，而且上次白翠说了，下次江董会给咱们双倍补偿，这说明白翠就是江夫人啊。没错，这件事情是板上钉钉了。白老师，听说你跟白棋老师打赌了，哪个班高考考得更好啊？是啊。厉害，你居然敢跟白棋打赌？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就不能跟他打赌了？白棋老师自创的教学方案是获了国奖的，你这……他有教学方案，我也有，我的还比他的更厉害。这个是什么？这个不错，够独特，就你了。都停一停！我已经跟校长打了包票了，咱们班这次高考必须是第1。可是我们行吗？你们是尖子班，是整个学校的希望，怎么不行啦？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教学方法来做，就肯定没问题。什么年代了，还搁这死记硬背呢？这些是白棋老师给我们整理的资料。他的资料你们也敢用？把这些破纸给我扔进垃圾桶！今天我就给你们传授我独创的学习方法。你们不用读书，也不用刷题，每天只要坐在教室里闭上眼睛打坐，就能连接宇宙高维能量库，把高考所有的知识点直接通过脑电波吸进你们的大脑皮层里。白老师，您在开玩笑吧？打坐就能考第1，这也太荒谬了！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你在质疑我？你们谁敢不听？现在就给我滚出1班！不敢。
不敢就赶紧给我把桌子清空，盘腿坐上椅子，双手捏个诀，都给我闭上眼睛，吸收宇宙能量，快点！同学们，这是老师根据历年真题给你们总结出来的最有可能考到的文言文类型，你们多背一下。放心吧，老师，我们一定给您争气。对，老师，马上要1末了，我们肯定好好考。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比起考试成绩，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心理健康。校长，您别紧张了，这次1末非我们一班第1莫属。你怎么这么笃定？那当然，我可是自创了一套头脑风暴学习办法，不知道甩掉那些老师教育多少条街。真的假的？那好，我等着看你这次的成绩。要是考得好，我全校推崇。学习从来没有捷径可走，脚踏实地，1分耕耘1分收获，才是真正的教育。谁是第一，谁是倒数，成绩出来自然见分晓。第一，我们4班是第1！天哪，我们做到！不可能，我们1班的成绩在哪里？这怎么会是倒数第1？我从就没考过这么低的分数。白老师，这就是你说的教育法教出来的学生？等一下，不是这样的，校长，这叫阵痛期，280分的阵痛期，我看你是要痛死学校！哎呀，校长，你眼光放长远一点，我的头脑风暴方法是极其超前的，学生们这是还没适应呢，一旦适应了，那成长绝对是爆炸性的。难道您不想让咱们学校以这种独创的教育方法闻名全国吗？到时候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您这位校长的名字可是要载入教育界史册的。你说真的？校长，我用我江夫人的身份向您保证，2模考试我们1班绝对重回年级第1，如果考不到，我白翠主动辞职，立刻滚蛋。好，那我信你，希望你别让我失望。拿学生的前途当赌注，你们真不配做教育工作者。白青，你别得意，2模我要把你的脸打烂。蠢货，一群无可救药的蠢猪！我把全世界最先进的学习方法教给你们，你们居然给我考出280分！你们连4班那群废物都比不过，你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根本就是你的教学方法不对，天天让我们闭着眼睛冥想，接收什么宇宙能量，连课本都不让看，怎么可能考得好？反了你了，敢顶撞我，你算个什么东西？给我滚出去！不用你赶，这破课我早就不想上了。明天让你家长滚过来见我，否则你别想在这个学校待下去了。还有你，王月，你不是咱们班以前的年级第1吗？这次连及格线都没摸到。白老师，我按照您的要求，考试的时候一直在梦想，根本没时间做题。你还敢找借口？没接收到能量是你自己心不诚，是你的能力不足。下次2模你要是考不回年级第1，你就去死！看来我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你们了，你们给我等着！天哪，王月，你们班这是在干嘛？把头低下去干什么？把头抬起来，让全校同学都好好看看你们这群考全年级倒数第1的蠢货！白翠，你疯了吗？我在管教我的学生，关你什么事儿？你把孩子们的照片挂在屏幕上，还让他们举着这种带有侮辱性的保证书在校门口罚站，他们的自尊心还要不要了？你懂什么？这叫耻辱激励法，只有让他们把脸丢尽了，他们才能长记性。以后每次考试，班
上垫底的后10名全部要挂在电子屏幕上展览。你这是在侮辱人格，你这样根本教不好书，你只会彻底毁了这些孩子。我看你就是嫉妒我的教学方法好，怕我二模超过你吧。不可理喻，你简直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白起老师，白老师，我不想再一班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救救我，白老师！好孩子，不哭不哭，老师在呢。那不是一班的王月吗？班主任怎么带的班啊？怎么让他都哭着找别班老师去了？反了天了，给我滚回来！你要干什么？白翠，你给我放手！你居然当众殴打学生，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我管教我班里的学生，轮得到你这个滚出一班的老师来说教？你今天要是敢跟着白翠走半步，我立马打电话把你家长叫来！不要叫我奶奶来！白老师，家里实在太穷了，委屈您，喝口白开水。谢谢奶奶。白老师，我们家月月是个苦命孩子，爸妈在他7岁那年就出车祸走了，他跟了我这个瞎眼老婆子生活到现在。他在学校有没有给您惹麻烦呀？没有，奶奶，月月特别聪明，也特别努力。他不仅听话，而且回回考试都是我们班的第1名，他是我的骄傲。好，我们家月月啊有出息，我这把老骨头就算累死，去捡破烂也要供我的乖孙女考上大学。白老师，对不起，我给您丢脸了，我变成了店里的废物，对不起我奶奶。你不是废物，你永远是老师最骄傲的学生。行了，演什么苦情戏呢？恶心死了！给我滚回1班去，马上2模了。你要是再考不出成绩，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分数难道比人命还重要吗？白翠，你这样根本不是在教书，你迟早要害了这1个班的学生。他们居然在集体作弊！这位同学，马上交卷了，你干什么？没什么，我就是想检查一下答题卡。白老师，1班他们作弊，我亲眼看到李玲他们带手机进考场，不止他一个，好几个1班的人都在抄。你说什么？2模他们居然敢集体作弊！老师，他们肯定是被白翠逼成这样的，我们该怎么办啊？好，太好了！白翠老师果然没让我失望。哎呀，校长过奖了，这都是我独特教育方法的功劳。只要孩子们绝对服从我，高考绝对能考第1。
怎么样？是不是输得心服口服？白翠，飞得越高，摔得越惨。还在嘴硬呢，我好期待高考出成绩啊！到时候你这个没有教学能力的废物，就乖乖回家去吧。白老师，这么大太阳，您快去阴凉地儿歇着吧，我们能照顾好自己。是啊，老师，您快去休息吧。不行，今天是你们人生最重要的，照不看着你们进去，心里不踏实。谢谢白老师。谢谢白老师。方翠，你的肠胃不好，考试中间千万别紧张。李毅，做理综的时候记得先易后难，大家检查好2B 铅笔和橡皮，都别怕，不管结果怎样，你们尽力就好。谢谢白老师，我们绝不给您丢脸。真是个傻子，感动自己呢。这么大的太阳，我才不去受那个罪。宝宝，你一定要保佑哥哥姐姐们，他们受了太多委屈，这次一定要旗开得胜。爽！简直神了！怎么了？是不是题太难了？没关系，不管考成什么样，你们尽力就好。老师，押中了！您之前让我们背的资料里面那篇冷门文言文，考试卷上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没换。对啊，连我写的时候手都在抖，太爽了！白老师万岁！4班必上！太好了，你们这些天的呕心沥血没有白费，老师真为你们骄傲。蒙对了一道破题，真以为自己能逆天改命了。你们现在就自欺欺人吧，等高考出成绩放榜那天，我们再见真章。老师，他这种人是怎么当上老师？别理他，快回家吧，好好休息一下。你们这些天辛苦啦。白老师，我和王月分在一个考场，王月没有来参加高考。你说什么？他没来？是啊，我刚才才去旁敲侧击的问了一下一班的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班上的人来没来完，因为白翠老师根本就没有点名。好了，老师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吧。还好还好，这孩子没做什么傻事。怎么样啊，月月？题难不难？不难。好，好，不难就好，即使难也没有关系。老婆，别看教案了，高考都结束了，你跟肚子里的小家伙都该好好休息。于白，你不知道，我给4班押的文言文押中了，连标点符号都没差。那是，最厉害的语文老师非你莫属。对了，你们学校不是举办了一个颁奖典礼吗？我也受邀了，我还有个大惊喜要给你。你也要去啊？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秘密，等到了那天你就知道了。那天可是重要的日子，这是我给你定制的礼服，正式的场合穿正式的衣服，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
我老婆是最棒的。你呀，总是这么兴师动众。好，我穿。哎呦，江夫人，您来啦！那不是李总经理的夫人吗？江夫人，能让总经理夫人这么兴奋的江夫人，怕是只有那位。江夫人，江董对您可真是太上心了。我可是听我老公说了，江董为了支持您的工作，给咱们学校捐了一大块地，还捐了设施呢。江玉白给学校捐地，哼，这白来的风光，我不认白不认。哎呀，他非说要支持我的教育事业，我也拿他没办法呀。没想到江夫人竟是如此有风采，怪不得平时里提到夫人，江董满眼都是笑。早就听说江夫人教书能力一流，今日一见，真是名不虚传。可不是嘛，江董经常把夫人挂在嘴边，说夫人能力极强，在学校里最受师生爱戴，我们可都是羡慕的紧啊。那是当然，就是因为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太爱戴我了，我心疼他们学习环境不够好，才让玉白捐了这块地嘛。白老师来了！白老师，您今天太美了，简直像仙女一样。白老师好。好了好了，大家安静点，今天是颁奖典礼，要注意纪律。不是说江夫人最受孩子们爱戴吗？怎么孩子们全跑去接那位老师了？各位老总，你们有所不知，他是个私生活混乱的劣迹老师，还试图冒充江夫人。这些孩子没有自己的辨别能力，所以被这个女人哄得团团转。哦，原来是这样。白棋，你怎么穿成这样来参加典礼？这衣服的质地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月薪3000的老师买得起的。这款式像是禅星的独家设计啊！陈星，就是那个江氏集团旗下定制一件礼服上千万的陈星，这不对吧？他能穿得起？他当然穿不起。陈星的衣服只为我一个人专属定制，他配吗？对，白棋，真正的江夫人在这站着呢，你也敢穿江氏集团的 A 货？陈星的衣服只为你一人定制，你这身劣质的包臀裙也是陈星给你定制的。这衣服看起来好劣质，像是拼夕夕9.9包邮买的。江夫人平时就穿这个？穿这个怎么了？我老公交代了，我在学校要低调，我是故意穿的这么差的，就是想考验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势利眼。不对啊，这件衣服上的标是陈星的标，这个标是江董亲手设计的，说是给夫人设计的专属 logo， 我不会认错。标又怎么了？衣服款式都可以仿制，标能仿制不是很正常？对，我觉得江夫人说的十分有道理。你为人失脚，爱慕虚荣，你就是这样给孩子们当榜样的，不要脸！今天要是不整顿你一下，孩子们岂不是都开始学习你的虚荣心了？今天我就要把你这层虚伪的假皮给扒下来，看看你这身 A 货里面藏着怎样一副肮脏的身子。江夫人，我来帮你。你们别碰白老师！你们凭什么随便欺负人？你们这群小兔崽子！你们竟然为了一个劣迹斑斑的贱人，敢当众跟我作对！小小年纪就注重美女，今天我就替学校，替你们爹妈好好教训你们这群白眼狼！没教养的小畜生，滚开！你们居然敢动我学生！你个贱人敢碰我！这一巴掌打你冒名顶替，不知廉耻；这一巴掌打你枉为人师，欺凌弱小。
巴掌是赏你的，打你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这白棋的气场怎么比真豪门还像豪门？你们在干什么？江董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就是这样的迎客的？校长，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江夫人的脸！白气，又是你！怎么每次都是你？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那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你，校长，你看他那是什么态度？那是在蔑视你，他打我也是在蔑视江氏。你今天要是不帮我把这个贱人修理一下，江玉白答应捐给学校建新教学楼的那块地，一寸都不会给你们。哎呦，江夫人，别呀！我这就收拾他。什么地？江氏集团近期的慈善企划里根本就没有捐地的项目。大家听见没有？他连江氏集团的捐地计划都不知道，还敢在这儿装江夫人！你个冒牌货，胆子挺大呀！刚才哪只手打的江夫人？你个贱人！刚才我就该打回去的。是江董的电话。江董，您到哪儿了？我已经到学校门口了。你那边怎么回事？哎呦，江董，有个劣迹女老师不仅冒充您的夫人，现在还在礼堂里公然动手，把夫人给打了，正在欺负夫人呢。你说什么？竟然有人敢欺负我老婆！必须给我好好惩治那个不长眼的东西，不然该给学校的一切东西你都得不到。听见我老公说什么了没有？你刚才打我不是打得很爽吗？现在给我跪下道歉！保安，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按下，让他跪下给江夫人道歉。我看谁敢动白老师！你们这群势利眼！不要欺负白老师！放开我！你们会后悔的！后悔？我看该后悔的人是你吧。江夫人息怒，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废什么话？我来帮你教训她。对。江玉白，快点来啊！给我磕头！放开白老师！别欺负白老师！谁欺负我老婆？江董来了，你这个冒牌货，准备接受制裁吧。哎呦，江董，您来早了，还没把这个贱人收拾完呢。老婆，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没事吧？什么？江董，白棋才是您夫人？我认错了人。老公，他们不仅想打掉我们的孩子，还要按着我给这个冒牌货下跪磕头。完了，这下全完了！老婆，江董，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位白翠才是您的夫人啊！什么？白棋真的是江夫人？白翠，一个连给我老婆提鞋都不配的垃圾，也敢到处冒充我江玉白的夫人！你敢骗我！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我跟你拼了！放开我，你个疯女人！江董，都是这个贱人误导我们，我们也是受害者，绝对不敢对江夫人不敬啊！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刚才动过手的，一个都跑不掉，把白翠给我按住！给我老婆磕头道歉，然后送去警察局，以诈骗罪、故意伤害罪起诉他，
立刻革去他一切职务，全行业封杀。校长，你不能开除我，你不能抓我！带走。校长，一班可是全校的命根子，你要是现在让江董把我抓走，会寒了重点班家长和学生的心。江董有钱有势是不假，但他能给你全市第一的升学率吗？只有我能。江董，您看能不能晚一点再？死到临头还敢大言不谈？你一个靠冒名顶替、坑蒙拐骗的垃圾，能教出什么好学生？谁说我教不好？李丽，上来！你亲口告诉江董，我教的好不好？你要是敢乱说半个字，小心档案上记上什么不该记的东西。白老师教的很好，他是最好的班主任。江董，学生们可都是向着我的呀，校长你可得三思啊。江董，白翠虽然人品有问题，但教学能力确实突出啊。这一班的成绩可是关乎咱们整个学校的文面。你想保他？不，江董，看这样行不行？要是这次高考白翠带的一班能考第一，您就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别开除他了。他冒充我太太，还在学校里对我太太百般羞辱，你现在让我给他机会，你这个校长是不是也不想当了？不，江董息怒，我不是这个意思。把这恶毒的女人给我扔出去，直接送警察局。校长救我！校长救我！校长救我！于白，等等。琪琪，这种满嘴谎言、恶毒至极的女人，你难道还要对她心慈手软？心慈手软？我只是觉得就这么把她送进去，太便宜她了。她不是自诩名师吗？不是口口声声说一般离不开她吗？好啊，校长，我答应你的条件，给他这个自证的机会。白起，这可是你说的。琪琪，别担心，他带不出第一名，但是条件得改。如果你带的一班考不到第一，你不仅要滚出教育界，还要亲口承认是你污蔑我偷教案受贿，更是你冒充我的身份。最后，你还要去我妈妈的坟前磕3个响头向她赔罪。你要跟我赌成绩？好啊，我答应你。哼，白棋是脑子进水了吧？居然敢跟我赌成绩！希望你到时候还能笑得出来。我带的一班二模是年级第一，这次高考第一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你刚刚可是亲口答应了校长的。江夫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看来我是走不掉了，气不气？白老师，他太嚣张了，二模的成绩明明是他们班做。嘘，就让他先狂着，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会粉身碎骨。一班到底能不能行？周边媒体都在关注咱们的成绩啊，这事儿也关乎到咱们学校明年的招生。我可是顶着压力从江董那儿把你保下来的，要是考不到第一，你知道后果。校长，就算您不相信我的教学能力，您难道还不相信王月吗？王月？王月？哎呦，我的老天爷！我怎么把这个宝贝疙瘩给忘了？王月这丫头从高一入学起，大大小小的考试永远霸榜全市第一。你去把等在外面的媒体全都喊进来，让他们等会儿准备录状元视频了。王月呢？今天没来。好，我这就去把媒体全都喊进来。我让人去找找王月那丫头。各位媒体朋友，今年的全市高考状元以及状元班级已经诞生在咱们学校了，大家快准备好头条版面。主任，查分通道不是还有10分钟才开启吗？你们怎么提前知道状元是谁了？虽然成绩还没出，但我们有一位名师白翠白老师，我们的天才少女王月，在白翠老师独创脑风暴方法的教导下，拿状元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谁想要爆款，跟我进去！天哪！名师出高徒，快让我们进去采访这位神级班主任！
师，听说您带出了今年的市状元，请问您现在的感想如何？白老师，您独创的教育法究竟有什么秘诀，能跟全社会的家长们分享一下吗？带出状元和状元班级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我独创的头脑风暴教育法，能把智商平庸的人硬生生拔高到天才的境界，不像某些只会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古板老师。我不是一中名师白强吗？平时被吹成那样，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老公，别急，我无条件相信你。白老师，请问状元本人现在在哪里？我们想对他进行独家专访。教理主任，王月还没找到吗？白翠，高考那3天，你在考场门口等学生了吗？你是不是一一核实过你的学生全都安全完整的走进考场了？那是当然，我顶着烈日在考场外一个一个查他们的准考证，亲眼看着他们每一个人进去的。白乔，你不会是想找茬吧？是吗？白翠，成绩还没出来，如果你当着媒体的面把真相全部说出来，我还可以看在你曾经做过我实习生的情分上，等会儿算总账的时候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一切都没回转的余地了。我撒什么谎了？你疯了吧？死到临头了，还在这里给我泼脏水，我需要你对我网开一面。好，这是你自己说的，那就来期待一下高考成绩吧。各位媒体朋友，准备好见证奇迹，记录下我这历史性的一刻吧。第1名，4班，状元是4班的方翠。白老师，全省状元是4班的方翠，您刚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状元是你们1班的王月吗？这惊天大反转，您作何解释？白翠，哎，你搞什么名堂？你让我一次次的颜面尽失！都别拍了，不可能！王月是我们1班的底牌，他怎么可能不是状元？王月死哪儿去了？说话！王月人呢？白老师，王月他根本就没去参加高考啊！没去？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是死人吗？高考那3天，您根本就不在考场，而且您之前警告过我们，要是敢给您惹麻烦，就给我们记过。谁敢跟您说啊？惊爆眼球的爆炸性大丑闻！1班班主任高考期间竟擅离职守，连得意学子缺考都毫不知情，这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这都是他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行，临阵脱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呕心沥血，我有什么错？心理承受能力不行，白翠，事到如今你还在推卸责任。你所谓的呕心沥血，就是把考不好的孩子们的照片挂在学校门口示众吗？不，我没做错，二模我们班还是第1。你还不知道二模成绩是怎么来的吗？你逼得孩子们走投无路了，他们只能去作弊。闭嘴！你懂什么？我的教育方式根本没错，只有这种高压才能逼出潜力。谁知道你这个状元怎么来的？你这种差生怎么可能拿第1？这不可能！我能考第1，是因为白起老师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你眼里只有成绩和所谓的优教名号，可白老师眼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白老师不仅教我读书，他还教我怎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像你白翠，把学生当成你向上爬的垫脚石。天哪，这才是教育界真正的楷模，这才是伟大的师德啊！真相大白了，白翠，你也该到头了。你区区一个实习生，不仅顶替我江氏集团董事长夫人的身份在学校里作威作福，更是胆大包天，污蔑真正的江夫人私受贿赂。今天你必须为你的愚蠢和恶毒付出代价。不是这样的，不要这样对我！立刻当着全校师生和媒体的面，给我夫人白皙磕头道歉，洗清你泼在她身上的所有脏水。之前我们的赌约，你输了，项链赔我，还要去我妈妈坟前磕头认错。最后，请你遵守承诺，永远退出教育界。接到报案，请配合检查。警察同志，这个女人多次对我怀孕的妻子进行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霸凌，甚至导致我妻子险些流产。
我要求立刻以故意伤害罪将他逮捕。江董放心，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站住！要干什么？你去死吧！把你肚子里的野种一起带下地狱去吧！琪琪，小心！孩子，我的孩子，老婆，你醒了。于白，我们的孩子呢？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和孩子。不，我的孩子，白翠那个畜生，他杀了我的宝宝。你放心，白翠已经被正式立案调查了，故意杀人、诈骗、受贿，数罪并罚。我将与白发誓，绝对要让他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把牢底坐穿，我要让他血债血偿。白老师，老师，我们看您来了。李一、方翠，你们怎么来了？快起来，地上凉，都快起来。老师，您别伤心了。您虽然失去了宝宝，但从今以后，我们4班全体50个学生就是您的孩子。对，是您顶着所有的不公和压力，呕心沥血把我们从倒数的深渊拉出来，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老师，您就是我们的妈妈。好孩子，我的好孩子。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好老师啊！白老师，您刚醒，身体还虚弱，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我们还要赶回去参加毕业典礼呢。好孩子们，去吧，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老婆，喝点鸡汤，好好补补。白翠已经正式判了，造谣诽谤、敲诈勒索，加上伪造江氏集团夫人身份，数罪并罚。法官判了他半年有期徒刑，即日押送看守所。另外，还要赔偿你的3000万。这是他罪有应得。哭什么哭？不就是落榜吗？都怪那个白起，要不是他在要高考的时候换班了，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可能考不上？明明是白翠老师的错。李宁，你别往白老师身上泼脏水。王月，你这个连高考都不敢来的缩头乌龟，今天还有脸回学校参加聚会？我为什么没脸？我今天回学校就是来收拾东西转校的。这破学校，从不分青红皂白的校长到满嘴谎言的白翠，简直烂透了。呼吸这里的空气都让我觉得恶心。转校？你转去哪里？白起老师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反正我要和白老师在一起，只有他才是真正为了我们好。其实，我也觉得白起老师才是好老师。是啊，我也想跟着王月去找白起老师复读。我也想。你们疯了吗？居然要跟白乔那个名声尽毁的女人走！你这个白眼狼，闭嘴吧！你最没资格辱骂白老师。你胡说八道什么？李丽，白老师当初是怎么对你的？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问问，你配当个人吗？
走啊，今天去吃麻辣烫。不了，我还不饿。说不饿，其实是自己没钱了。一碗3块钱的面。其实我一直都知道，那是白起老师给我充的钱。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白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我跟你们一起去。白老师，王月，你们怎么来了？快坐下。老师很担心你，还说等我好一点了去看望你呢。怎么样？有没有调整过来？本来当时我都已经万年俱灰了，可是看见了奶奶，我觉得自己不能倒下，于是收拾好心情准备复读了。好，复读吧。那老师您还回来教我们吗？我们错了，老师。我应该是不会回去了。我们能理解您，不过不管您回不回去，您都是我们的恩师。我是不会回一中了，不过等我身子养好了，也许会去其他学校。真的吗？那老师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门外是谁？是李丽，她觉得没脸见您，死活不肯进来。李丽，进来吧，老师看到你了。白老师，我对不起你。王爷，你们快拦住他！白老师，我就是个白眼狼，您对我这么好，我居然不分青红皂白的跟着白翠一起污蔑您。老师，您打我吧，您对我干什么我都忍。李丽，看着我，你还是个孩子，没有形成主观判断，被白翠那种心思恶毒的人带着走，老师从来没有怪过你。白老师，您真的不怪我？只要你能明辨是非，知错就改，就还是老师的好学生。校长，白起老师他递交了辞呈，听说要去18中，您看咱们要不要挽留一下他？哼，挽留？江氏集团答应捐的楼一栋也没捐来，他跟白翠给我惹的事儿还少吗？哪个学校有咱们热闹？不留。可是校长，白起是去18中啊，您跟18中竞争了这么多年，而且他这一走，一班那些尖子生全都要跟着一起走。哼，一班那群尖子生这次全都落榜了，我看也不是很行。走就走吧，我这么大一个学校，难道没了一个白起和一群落榜事儿还不行了？唉。4班全体学子恭迎白老师出院。我的老天爷，清一色的名牌大学生啊！江夫人这牌面简直逆天了。好孩子们，看到你们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老师就放心了。白老师，我们一班也绝对不会给您丢脸，复读我们一定也考进最高学府。白老师，江夫人，求求你大发慈悲啊！江夫人，我错了，我真的是被白翠蒙蔽了双眼啊！求求您放过我们家吧。你家怎么了？我老公被江董全行业封杀，直接开除了，我儿子也被学校劝退了，我们家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呀！你老公在公司贪污受贿，你儿子在学校霸凌同学，我只是把证据交给了警察，这是你们咎由自取。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了。本来想放你一马的，既然你自己不珍惜，来人，把他给拖走，告他寻衅滋事。不，江董，我错了，江夫人，你不能这么狠心啊！老婆，走。走，咱们去18中，开启新篇章。白翠，你这个贱人害得我好苦啊！真的是活该。白起老师，久仰大名，你能带着孩子们选择我们18中，是我们全校的荣幸。校长您客气了。白老师，江董，这边请。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白棋，你以为把我弄进监狱你就赢了吗？你等着吧，我马上就会东山再起。没了你，我照样混得风生水起。王校长，我自创的头脑风暴学习方法肯定比你们学校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好，我保证1年内重本率达到100%。白雪老师，你的教学方法是不让学生读书，每天实行16小时的打坐、念经，还要把每次考试到10名的学生照片挂在校门口。当然，现在的学生就是太娇气了，用言语不断打压他们的自尊心，他们就会像狗一样听话，乖乖去学习。一派胡言！你这哪里是教书育人，分明是精神虐待！精神虐待，真是笑话！这么高端的学习办法，你说是精神虐待？我看你是……保安，把这个疯子拖出去！放开我！你们会后悔的！你们这群有眼不识珠的人，你们不要我，有的是人要我！什么神经病洗脑教学法？快滚！白起，你这个贱人，一根破项链讹我3000万！你只给了押金，剩下的钱什么时候交？您看您能不能宽限几天？我这实在是没有钱了。交不起钱就滚出去！我这里不是叫花子收容所。教育不是打压，而是唤醒。我们要用爱和尊重因材支教。放屁！你的那一套软绵绵的方法根本就是虚伪的作秀。难道我真要被活活饿死在街头吗？不，我不能死。我死了，白起就快活了。白雪是吧？说说你的教学理念吧。我的教育理念是头脑风暴。刘校长，我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不是打压，而是唤醒。哦，继续说。我们要用爱和尊重因材施教，去点燃每一个孩子的梦想。每一个差生都有其闪光点，为人师教应当如春风化雨。不错，我们正需要你这样有大爱、有觉悟的老师。白雪老师，你被录用了，马上入职。我被录取了，就因为这2句话。既然我被录用了，你管我用什么办法？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头脑风暴学习方法的厉害。王老师您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白雪。校长说以后由您带我熟悉业务。资料放那儿吧，去把墙角那500份摸底试卷批了，顺便把办公室的地拖一下，垃圾到了。王老师，马上就要上第1节课了，我的班级高1、7班在哪一栋楼啊？没看我正忙着呢，你自己不知道问路吗？你不能跟别人起冲突，这可是你糊口的工作。好的，那我先去上课了，你等我下课回来拖吧。高1、7班到底在哪儿？学校很大，1号楼在这边，2号楼在后面。找不到路了，你就给我打电话。谢谢姐姐。嘿，我怎么会想起白起这个贱人？安静，都给我回座位坐好。我是你们新来的语文老师白雪，现在开始上课。哟，新来的实习生啊，长得还没昨天那个漂亮呢。别废话，把课本翻到第10页。今天我们讲这篇古文。这怎么什么都没有？重难点呢？喂，新来的，你倒是讲啊，翻来翻去干什么呢？这篇古文的作者是那个谁，表达了思想感情。这结巴样还来当老师？这句落霞与孤鹜齐飞，你给翻译翻译呗。这句的意思是，落下的晚霞和
和鸭子一起飞。鸭子，就你还来教我们？滚出去吧！怎么会这样？以前上课明明那么简单。我都给你写好了，你上课照着这上面的逻辑讲就行，别紧张。白棋为我做了这么多吗？难道我真的做错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闭嘴！你们这群没教养的垃圾！我就不信离了白棋我不行了！这都是些什么鬼话钱？不能放弃！以前白棋随随便便就能写出一大本教案，凭什么我不行？通假词，使动用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才翻译了2篇，来不及了。安静！今天我们讲陈情表，都给我把课本翻开。臣以显次，素遭闵凶。这个文字呢，通免就是卑贱的意思，大家记一下。喂，那个字念敏，你瞎呀？连字都认不全来教我们？你喊什么？水货，水货，蹲下！不能生气，不能生气，一切都是为了钱。闭嘴！今天必须把这首词背下来，我给你们写重点。谁干的？给我站出来！好，都不承认是吧？我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这就是咱们腾飞新来的水货老师，给大家表演一个口吃书。张老师，你快帮帮我！7班那群学生，他们用粉笔砸我，还用香蕉皮划我。您是老教师，您快去帮我管管他们，帮我立立威啊！白雪老师，你连几个小屁孩都镇不住，是怎么教书的？为什么会这样？你们不要闹了，赶紧上课吧。谁扔的纸团？给我站起来！都对新来的老师放尊重点。今天这节课不上了，全班跟我去操场跑10圈，少1圈直接叫家长。要是还有下次，直接劝退。你不要怀疑自己，你没做错，你一定会比白棋更厉害。振作起来！你给我闭嘴，滚
回座位上去。哟，又来发疯了。今年高考我和白球带同一届，我绝对不能输。同学们，我知道你们不想被破规矩束缚，所以我们来玩一场名为头脑风暴的学习游戏。什么头脑风暴？神经病吧？谁要跟你玩？只要你们配合我的头脑风暴计划，我允许你们每天带手机来学校。你没开玩笑吧？带手机被校长抓到可是要被开除的。在这个教室里我说了算，只要你们严格按我说的头脑风暴法学习，剩下的时间手机随便你们怎么玩，出了天大的事儿我给你们兜着。好，那我们就开始。白老师，您喝点水。白老师，小宝贝今天也在陪我们一起战斗呢。好啦，大家都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检查好准考证和身份证，千万别落下。凭什么他这么受爱戴？这些学生当初可是我教的。李丽、王月，你们都在这儿呢，准备的怎么样啦？你们躲什么？怎么连招呼都不打？我好歹是你们曾经的班主任，一个只知道颠倒是非的人，你让我们打招呼吗？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小畜生，要不是我接手一班，你们能有今天？白翠，我以为你进去之后会知道悔改，没想到你还是这个样子。他们能有今天，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是因为我的教育理念才有今天。你的教育理念就是用辱骂和精神控制逼疯学生吗？你不知道吧？王月被你逼得差点跳楼自杀。什么？跳楼？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可是不逼他们，怎么出成绩？跳楼那也是他自己心理承受能力不行，怎么能怪我的教学理念呢？事到如今，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没有错，错的是你们。白翠，你教过我们陈情表，你知道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于年的道理。可你怎么对我的？我跟奶奶相依为命，你却用奶奶来威胁我。我奶奶知道我没去高考后住院了1个月。天哪，这也配当老师？我真的做错了吗？我只是想证明我比白棋强，他居然把一对祖孙逼到了这个地步。同学们，我们走。别玩了，都别玩了，快把手机收起来！干嘛，白老师？你们快把语文书拿出来，多看一眼文言文，多背一首课诗。你不是说死记硬背根本没用吗？我们都是按照你说的方法来的，而且马上开考了，现在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你们能多看一眼是一眼。完了，这次是全完了。校长要是知道我用极端方法把七班毁了，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要是被辞退了，我就要露宿街头了。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白棋，你等等！白棋，我好歹也是带出你带来的徒弟，你不可能看着我被辞退不救我吧？你是优秀教师，只要你一句话，校长就不敢辞退我了。求情？你怎么有脸来找我求情的？还这么理直气壮！你做了那么多伤害我的事情，只判了你1年，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慈悲了。我都来求你了，你还要怎么样？别给脸不要脸！你帮我保住这份工作。你的路是你自己走绝的，今天的一切。不，你等一下，你不要走！淡定点儿，这次第一咱们学校稳了，你在这儿晃来晃去，看得我心烦。我知道，但我这心里实在是七上八下的。成绩出来了。
市平均分第一，白老师万岁！白老师万岁！孩子们，你们做到了。倒数第一，我们堂堂一中竟然是全市倒数第一，一般的中美率居然是0，这绝对不可能！教育局的系统坏了是不是？我们堂堂市第一重点中学怎么可能垫底？校长，你看，18中白七老师带的班是全员中本啊！什么？白七带的班是第一？看来这个白七还是有点真本事，不能让他留在18中。对，那咱们去把他请回来。可是他会回来吗？当然了，我都亲自去请他了，他能不回来吗？走，去18中。白老师真厉害！白老师真厉害！白老师，您教的方法太有用了！白老师，您就是我们的偶像！白老师，谢谢你！让一让，都让一让！校长，白棋啊，你在18中也算是证明过自己了，气儿也该消了吧？行了，别闹脾气了，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1中吧。跟你回1中？对，只要你现在跟我走，1班班主任的位置我还让你坐，怎么样？我对你够好吧？不可能，我不会再回去了。什么？你不回去？白棋，你别给脸不要脸！我都屈尊降贵来请你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亲自来请，我就得感恩戴德的回去。你自己是怎么对的，心里没点数吗？白老师，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18中能给你什么待遇？1中能给你2倍，不3倍。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回去。1中有你这种唯利是图的校长，简直是教育界的耻辱！滚！就是啊，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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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分20分，多人交白卷。白雪，你到底在干什么？校长，您听我解释。滚！从现在起，你被辞退了。不，校长，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给你一次机会，谁给我机会？你把7班的学生全毁了，现在家长们堵在校门口要说法。我不光要辞退你，我还要全行业封杀你。保安，把他给我扔出去！校长，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怎么会这样？如果当初我没有嫉妒白起，老老实实跟着他，现在我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切？郑欣，这套教案你拿回去好好研究，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谢谢白老师，我一定会好好干。只要你认真对待这份工作，转正的事情我会放在心上的。转了正呀，这就是一辈子的工作了。谢谢白老师，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凭什么他现在对新的实习生这么好了？白棋，你果然还是针对我。看到你，我就想起了之前带的一个实习生。怎么了，白老师？当初他转正考核差1分，我也很难过。都给他写好了举荐信了，就差1步那封信就寄出去了。可惜啊，后来发生太多事情了。都过去了，白老师，不难过。恩师答谢会马上开始了，咱们进去吧。什么？举荐信都写好了？天哪，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亲手把属于自己的幸福人生推走了。于白，这也太夸张了，就是个恩师答谢会，你搞得像什么国际电影节的颁奖典礼一样。老婆，你得到了自己该有的荣誉，这点排上算什么？江氏集团今天旗下所有分公司放假1天，全员给我带薪观看老板娘的答谢会直播。呕心沥血的教导，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您永远是我们最敬爱的班主任。谢谢白老师，白老师辛苦了。这几年，我遭受过非议，被我一手带出来的实习生背叛过，但我从未后悔站在3尺讲台上，因为只要看到你们这群孩子闪闪发光的眼睛，
我就知道我毕生追求的教育梦想，一切都值得。白老师太伟大了，我这辈子跟定白老师了，我一定要成为像他一样发光发热的好老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老婆，快来切蛋糕了！白老师快来！来了。